我必须亲眼看见真相。张兰紧握住儿媳的手，坚定地点头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两人都没想到，当那扇门打开时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惊天真相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小雅站在阳台上，秋风吹起她的长发，也吹不散她心中的阴霾。5年的婚姻，她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王明，但最近的种种迹象却让她越来越不安。她记得他们曾经是多么恩爱，王明会为她准备惊喜，会记得每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会在她加班时送来热腾腾的晚餐。但现在，这一切似乎都成了过去式。王明开始频繁加班，经常深夜才回家。面对他的询问，总是一句工作忙带过。他的手机变成了不离身的宝贝，接电话时会走到阳台或浴室，刻意避开他的耳目。更让林小雅心惊的是，有2次她在王明的衬衫领口闻到了陌生的香水味，那不是他使用的任何一款，可能是同事吧。他曾这样安慰自己，但内心的不安却如同野草，疯长不止。上周4的晚上，王明洗澡时，他的手机响了一声。林小雅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屏幕，看到一条微信消息预览：想你了，下周5老地方见。发信人的备注是小李工作，头像是一只卡通猫咪。那一刻，林小雅感觉心被重重击了一下，手指不自觉地发抖。小李工作，王明的团队里确实有个姓李的同事，但为什么是想你了这种暧昧的语气？林小雅几乎忍不住要点开那条消息，但浴室的水声停了。她急忙放下手机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。那晚，她躺在王明身边，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，却怎么也无法入睡。她开始回想最近半年来王明的变化，新买的内裤和袜子，突然增加的健身频率，偶尔出现的莫名其妙的好心情。这些细节像拼图一样在她脑海中组合，勾勒出一个令她心碎的可能性：她的丈夫很可能出轨了。第2天清晨，林小雅面对镜子化妆时，发现自己眼下的青黑和脸上的倦容。今天怎么了？没睡好吗？王明站在她身后问道，语气里带着关切。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林小雅撒了个谎。最近那个项目快结束了，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王明点点头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别太累了，注意身体。这个曾经让她感到温暖的动作，此刻却让林小雅感到一阵刺痛。他还能这样若无其事地关心我，却在背后可能做着背叛的事情吗？晚餐时，林小雅试探性地问道：明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是那么忙吗？公司接了个大项目，我负责的部分比较关键，所以这段时间可能都要加班。王明头也不抬地回答：下周5可能又要开会到很晚，你别等我了。下周5正是那条微信提到的老地方见的日子。林小雅心中一紧，强装镇定地说：好的，我理解。最近李总监的项目进展如何？听说很有挑战性。王明的筷子顿了一下，随即自然地回答：还行吧。李总监很有经验，处理得挺好的。林小雅注意到他避开了直接谈论小李，而是转向了李总监这个无关的人物。饭后，王明主动收拾碗筷，这在以前几乎从不发生。我来洗碗吧，你去休息。他说：你看起来真的很累，内疚还是补偿心理？林小雅在心中苦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
林小雅开始暗中记录王明的行踪和通话时间。她发现王明确实经常在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有一通时间较长的电话，而且总是会走到阳台上接听。周3晚上，林小雅假装已经睡着，实则留意着王明的动向。果然，晚上9点15分，王明的手机震动起来，他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，掩上了门。林小雅悄悄起身，贴在门边，隐约听到王明压低的声音：“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下周5我一定去，想你。”最后那句“想你”如同一把尖刀，狠狠刺进林小雅的心脏。她无声地退回床上，泪水浸湿了枕头。第2天，林小雅请了半天假，趁王明上班后翻查了他的抽屉和公文包。在公文包的一个隐蔽夹层里，他发现了3张酒店的收据，日期分别是过去2个月的几个周五，都是同一家位于市中心的高档酒店。收据上显示是单人入住，但消费的餐点和酒水明显是2个人的分量。林小雅的手不停颤抖，她用手机拍下了这些收据，然后原样放回。她想起王明说过的那些商务会议，原来都是这样的会议。周4晚上，林小雅试图和王明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。明，我感觉我们最近有些疏远了。晚餐后，她直视着王明的眼睛：“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吗？”王明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恢复正常：“没什么特别的啊，就是工作忙了点，可能陪你的时间少了，让你感觉被忽视了。真的只是工作吗？”林小雅不依不饶：“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我希望我们能一起面对，无论是什么。”王明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：“当然只是工作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是不是听了什么闲言碎语？”他转而责怪起林小雅来：“你也太敏感了吧？我加班是为了什么？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？”面对丈夫的反咬一口，林小雅无言以对。这样的谈话最终不欢而散。王明甚至提前回了卧室，留下林小雅一个人在客厅发呆。林小雅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，她需要一个盟友，一个能够帮助她面对真相的人。经过一夜的思考，她决定向一个人求助，她的婆婆张兰。周5上午，林小雅请了1天假，驱车前往城郊的一家小型美容院。小雅，这么早就来了？张兰正在为一位顾客做面部护理，看到儿媳妇有些意外。妈，我有事想和您单独谈谈。林小雅低声说道，眼圈微红。很重要的事。张兰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，她匆匆完成了手上的工作，叮嘱店里的员工照顾好顾客，然后带着林小雅去了2楼的小办公室。出什么事了？你看起来憔悴了很多。张兰倒了杯热茶给林小雅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小明欺负你了？”面对婆婆的关心，林小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如决堤般涌出。妈，我怀疑小明出轨了。她哽咽着说出了这段时间的发现和猜测。张兰听完后，脸色阴晴不定，一时间没有说话。林小雅有些忐忑，不知道婆婆会不会偏袒自己的儿子。出乎她的意料，张兰突然拍案而起：“这个不孝子，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张兰的反应让林小雅愣住了，她没想到婆婆会如此明确地站在自己这边。小雅，你别急，让我理一理。张兰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。你说他最近行踪诡秘，还经常去同一家酒店。林小雅点点头，拿出手机给婆婆看那些偷拍的收据照片。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张兰气得脸色发白。我张兰的儿子
竟然做出这种事。他握住林小雅的手，小雅，你委屈了，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。小明要是真做了这种事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林小雅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她本以为最坏的结果是婆婆会偏向儿子，没想到会得到如此坚定的支持。妈，您相信我吗？您不觉得我可能是想多了？林小雅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傻孩子，做母亲的最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张兰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我最近也察觉到小明不对劲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他解释道，前段时间王明来接他下班时，接了个电话，走到远处讲，神情异常。回来后说是公司同事。还有一次，他提前下班想给儿子一个惊喜，去他公司接他，前台却说他早就离开了。电话过去，王明支支吾吾说再见客户。当时我还没多想，现在看来这孩子是走上邪路了。张兰眼中闪过一丝痛心。小雅，这事我们得查个水落石出。林小雅没想到婆婆竟然主动提出要帮她调查，心中的重担似乎减轻了许多。妈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她擦干眼泪，认真地问道。你说她下周五又要去那个酒店是吧？张兰眼中闪过一丝精明。我们不如就在那天捉个现行。林小雅有些犹豫，这样会不会太冲动了？如果真的撞见了，我怕我接受不了。孩子，有些事情不亲眼看见，永远都会是个疙瘩。张兰语重心长地说，与其让这个疑惑折磨你一辈子，不如勇敢面对，妈会陪着你的。林小雅点点头，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。有婆婆这样的支持，她不再是孤军奋战。那我们就这么定了，下周五行动。张兰目光坚定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为自己讨个公道。离开美容院后，林小雅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，但同时也更加忐忑。真相就要揭晓了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她的生活都将因此改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小雅表面上维持着平静，实则暗中与婆婆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张兰比她想象中更加积极主动，甚至利用自己的人脉打听那家酒店的情况。小雅，我有个熟客是那家酒店的员工。周二晚上，张兰打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她告诉我，确实有个叫王明的客人经常去，一般都是周五晚上，而且不是一个人。林小雅感觉心被揪紧了。她看到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了吗？没有，那女的好像总是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很注意避开监控。张兰叹了口气，但这已经足以证明小明确实有问题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林小雅既痛心又莫名松了一口气，至少她的怀疑不是无中生有。妈，那我们周五怎么做？林小雅问道。你按照平常一样，装作不知情，然后告诉他你要出差或者加班。张兰胸有成竹地说，我已经和那个熟客约好了，他周五值班，会帮我们打听王明的房间号。林小雅有些担忧，万一他们发现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张兰安慰道，那个熟客只会说是例行检查客人信息，不会引起怀疑。再说了，做贼心虚的是他们，不是我们。林小雅默默点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周三晚上，王明果然又提起了周五的加班。这周五我们有个重要客户要谈，可能又要开到很晚。他一边刷着手机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，你自己先吃吧，不用等我。林小雅强忍着内心的波澜，平静地回应，巧了，我这周五也要加班，公司那个项目到了收尾阶段，可能要熬夜。王明明显松了一口气，那正好，你也别太累了，
看着丈夫如释重负的表情，林小雅心如刀绞。她是真的等不及要见那个女人了吗？甚至连基本的掩饰都懒得做了。周四下班后，林小雅去了婆婆的美容院，两人又一次详细讨论了行动计划。明天我会提前下班，然后和你会合。林小雅说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那家酒店离我公司不远，坐地铁20分钟就到。张兰点点头，我让店里的小李明天帮我看店，我4点就能走，我们5点在酒店附近的咖啡厅见。好的，到时候我们先观察一下，确认他真的进去了再行动。林小雅咬了咬嘴唇，妈，我有点害怕。张兰拍拍她的手，傻孩子，有妈在呢，不怕。真相无论多残酷，总比被蒙在鼓里好。两人又商量了几个可能的应对方案，直到林小雅不得不回家，以免引起王明怀疑。回家路上，林小雅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可能的场景，每一种都让她心痛不已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勇气面对那一刻，但她知道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。她的婚姻，她的尊严，她的未来，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周五这天，林小雅格外留意自己的妆容和穿着，她不想在任何方面显得失态。早餐时，王明提醒她，今晚别等我了，可能很晚才回来。林小雅点点头，我可能也是。项目收尾阶段总是特别忙。临出门前，王明突然问道，对了，我妈最近怎么样？我有段时间没去看她了。林小雅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但她很快镇定下来，挺好的，美容院生意不错，她忙得很充实。那就好，改天我抽空去看看她。王明说着，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，晚上注意安全。这个曾经让她感到温暖的亲昵动作，此刻只让林小雅感到刺骨的寒意。她怎么能如此若无其事地说谎，然后还装作关心她和她的家人？带着满腹的复杂情绪，林小雅上班去了。整个工作日，她都心不在焉，几次被同事询问是否身体不适。下午4点，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请了假，直奔与婆婆约定的咖啡厅。张兰已经在那里等候，面前放着一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。妈，您等很久了吗？林小雅坐下来，发现自己的手微微发抖。刚到不久，张兰握住儿媳的手，别紧张，孩子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林小雅勉强一笑，我总觉得像是在做梦，好像这一切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。我理解。张兰叹了口气，我也花了好几天才接受这个可能性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两人低声交谈着，不时查看手表。5点半，张兰的手机响了，是我那个在酒店工作的熟客。她接起电话，简短地交谈了几句，然后挂断。她说王明刚刚办理了入住1608房间，还点了双人晚餐。林小雅感到一阵眩晕，那个女人呢？还没到，但是根据以往的规律，应该快了。张兰站起身，我们先过去吧，找个不起眼的位置观察。两人来到酒店大堂，选了个角落的沙发坐下。林小雅戴着墨镜和口罩，张兰则戴了顶鸭舌帽，两人都不想被认出来。6点15分，张兰突然握紧了林小雅的手，看那边。林小雅顺着婆婆的视线看去，只见一个戴着口罩和宽檐帽的女人匆匆走进电梯。虽然只是一瞥，但那个身影却让林小雅感到莫名的熟悉。她好像是……林小雅皱起眉头，努力回忆在哪里见过那个背影。先别想那么多，我们等10分钟，确保她到了房间，然后再上去。张兰看了看手表，
我那个熟客说会帮我们弄到客房钥匙卡。林小雅点点头，心跳如鼓，等待的10分钟仿佛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终于，张兰的熟客，一位穿着酒店制服的中年女性，悄悄走过来，递给他们一张房卡，1608房间的备用卡，用完记得还给我。她低声说道：“我查过了，他们确实在里面，还开了瓶红酒。祝你们好运，谢谢你，小周。”张兰感激地说：“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”小周摆摆手，匆匆离开了。小雅，准备好了吗？张兰握紧房卡，严肃地问道。林小雅深吸一口气，点点头，走吧，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。两人搭乘电梯上到16楼，沿着走廊寻找1608房间。站在房门前，林小雅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也隐约听到房内的低语和笑声。那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听起来如此熟悉？张兰握了握她的手，给了她一个坚定的眼神。准备好了吗？林小雅点点头。张兰将房卡插入门锁，绿灯亮起，门开了一条缝。两人屏住呼吸，轻轻推开门。房间里的灯光很暗，只有几支蜡烛的微光。林小雅看到床上有2个交缠的身影，正沉浸在亲密之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到门被打开了。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几乎要晕倒。就在这时，张兰果断地按下了墙上的电灯开关，刺目的白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。床上的2个人惊慌失措地分开，王明几乎从床上跳了起来，而那个女人则慌乱地用被单遮住自己的身体。当女人抬起头的那一刻，张兰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呆立在原地。怎么是你？婆婆的声音颤抖着，眼中充满难以置信的震惊。床上的女人是李丽，张兰美容院里工作了3年的员工，也是她最信任的助手。李丽惊恐地看着张兰和林小雅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张姐。林小雅这才认出那个女人正是婆婆美容院的员工。她曾经去过几次美容院，还是李丽为她做的护理。这一刻，所有的拼图都对上了。王明经常去接母亲下班，李丽作为美容院的员工，自然有很多接触的机会。李丽，竟然是你！张兰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和愤怒。我把你当成最亲的人，你却这样对我，对小雅。王明终于回过神来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。妈，小雅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林小雅冷冷地说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。解释你们背着我偷情的细节吗？王明语塞，低下了头。张兰的目光在儿子和李丽之间来回扫视，眼中的失望和痛苦几乎要溢出来。李丽，我帮你度过生活最困难的时期，给你工作，教你技术，把你当成自己人。张兰的声音微微发抖。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，勾引我的儿子，破坏他的家庭。李丽无地自容，泪流满面。张姐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事情不会凭空发生。张兰厉声打断他，是你们2个人的选择，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。王明试图上前，妈，不全是李丽的错，我也有责任。闭嘴！张兰怒喝一声，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，看看你做的好事。林小雅站在一旁，感觉整个人都被抽空了力气。他看着面前这一幕荒唐的场景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笑中带泪。真是太讽刺了！我找了半天的第三者，竟然是我婆婆的员工。我丈夫出轨的对象，居然是给我做过美容的人。李丽羞愧地低下头，不敢看林小雅的眼睛。王明走向林小雅，小雅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
但是我……林小雅后退一步，冷冷地打断他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你爱上了他，但是我不够好，但是婚姻生活太平淡，你有什么借口可以为背叛辩解？王明哑口无言，只能无力地站在那里。张兰转向李丽，把衣服穿好，然后跟我出去谈谈。李丽急忙抓起散落在地上的衣物，躲进浴室换上。房间里陷入了可怕的沉默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。林小雅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，不知道该恨他还是恨自己的愚蠢。李丽换好衣服出来后，4个人移步到了房间的会客区，尴尬的沉默笼罩着他们，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最终，张兰率先打破了僵局，从实招来。你们这是持续多久了？王明低着头，轻声回答：6个月左右。6个月。林小雅感到一阵刺痛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结婚4周年纪念日后不久，你们就开始了。王明无言以对，只能点点头。你们是怎么开始的？张兰追问道，声音中充满痛苦。李丽战战兢兢地开口：最初只是普通的聊天，王明经常来接您下班，有几次您还在忙，他就在店里等，我们就聊起来了。后来呢？张兰逼问道。后来有一次店里办活动到很晚，您先回去了，让我关店。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。王明来接您，得知您已经走了，但他还是留下来帮我收拾店铺。王明接过话头。那天晚上我送李丽回家，路上聊了很多，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。之后我就经常找借口去美容院。林小雅冷笑一声，所以那些加班，那些会议都是谎言。王明无言以对，只能点头。为什么？林小雅直视着丈夫的眼睛。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让你要寻找外面的女人？王明痛苦地摇头。不是你的问题，小雅，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婚姻生活太过平淡，每天都是一样的生活，一样的对话。而李丽让你感到新鲜刺激是吗？林小雅痛心地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新鲜感消失后，你会怎么做？再找下一个女人吗？王明低下头，无言以对。张兰转向李丽，我把你当成家人，教你技术，关心你的生活，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李丽泪流满面。张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我真的很喜欢王明，他比林小雅更懂得关心人，更温柔体贴。这句话如同一把尖刀，狠狠刺入林小雅的心脏。你懂什么？林小雅冷冷地说。你看到的是他在外面展现出来的样子，而不是生活中的全部。婚姻不是只有甜言蜜语，还有柴米油盐，还有责任与担当。李丽低下头，不再言语。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张兰严肃地问道。这样的关系不可能继续下去了。王明看了看李丽，又看了看林小雅，犹豫不决。你在犹豫什么？林小雅看穿了丈夫的心思，是在想怎么选择吗？是我还是他？王明痛苦地闭上眼睛。小雅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知道我辜负了你，但是你已经爱上李丽了是吗？林小雅替他说完，声音中充满了苦涩。王明没有否认，这个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。张兰愤怒地拍案而起。王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愿意为了一时的冲动毁掉5年的婚姻吗？妈，不是冲动。王明试图解释。那是什么？爱情吗？张兰冷笑道。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尊重和忠诚的基础上的，而不是背叛和欺骗。李丽突然放声大哭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我真的爱上了王明，我愿意退出。
只要你们能原谅他。林小雅看着这个曾经为她做过美容的女人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不知道是该恨这个破坏她婚姻的第三者，还是该恨那个背叛誓言的丈夫，或者是该恨那个没能看清真相的自己。原谅，林小雅轻声说道。原谅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，信任一旦破碎，就像打碎的镜子，即使勉强拼凑起来，也会留下无数裂痕。王明终于鼓起勇气，直视林小雅的眼睛。小雅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接受。如果你要离婚，我不会阻拦。如果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用余生来弥补今天的错误。林小雅深深地看了丈夫一眼，没有回答。她转向张兰：“妈，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独处，好好想想。”张兰理解地点点头，然后对李丽说：“至于你，从今天起不用再来美容院了，我会把你的工资结清，然后我们两清。”李丽哭着点头，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也失去了张兰这个一直照顾她的长辈。李丽，拿上你的东西，现在就离开。张兰严厉地说：“至于你和王明的事，我不干涉，但请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李丽抹着眼泪收拾了自己的包包，最后看了王明一眼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，空气中弥漫着痛苦和悔恨。3天过去了，林小雅请了病假，一个人在家中思考着未来的方向。王明主动搬到了客卧，给他留出思考的空间。每天回家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惹他不快。这天下午，张兰来到林小雅家中，两个经历了风暴的女人坐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城市风景。想通了吗？张兰轻声问道，给林小雅递了一杯花草茶。林小雅摇摇头，很乱。妈，我恨他的背叛，但我又不知道该不该给这段婚姻一次机会。孩子，没有人能替你做这个决定。张兰叹了口气，每段婚姻都有自己的难题，关键是当事人如何面对。林小雅望着杯中摇曳的茶叶，妈，您怎么看？张兰沉思片刻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我当然希望儿子能改过自新，但作为你的婆婆，我更希望你能幸福，无论是继续这段婚姻，还是重新开始。林小雅感动地看着婆婆，谢谢您，妈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婚姻到底是什么？是习惯，是责任，还是爱情？婚姻是选择。张兰轻声说道，是每一天醒来都选择与对方共度余生的决心。当这个决心动摇了，婚姻也就危在旦夕了。林小雅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小明确实做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张兰继续说道，但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关键是他能否真心悔改，而你能否真正放下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放下。妈，林小雅坦诚地说，每次想到她和李丽在一起的画面，我就心如刀绞。张兰握住儿媳的手，时间会告诉你答案的。孩子，不要急着做决定，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。林小雅感激地点点头。晚上，王明回家时，看到林小雅坐在客厅里，表情平静。小雅，他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，坐吧，我们谈谈。林小雅指了指对面的沙发，这几天我想了很多。王明忐忑不安地坐下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审判。我不会现在就决定离婚。林小雅直视着丈夫的眼睛，但我也不会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。王明松了一口气，又立刻绷紧了神经。那我需要时间。王明，林小雅平静地说，时间去疗伤，时间去重建信任，时间去确认你是否真的值得我
继续这段婚姻。王明急切地点头，我明白，小雅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，证明我值得你的原谅，不是原谅。王明，林小雅纠正道，是重建。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破碎了，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原谅，而是彻底的重建。王明沉默片刻，认真地说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，我都会等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明白了，我差点失去最重要的人。林小雅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不知道这段婚姻能否修复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。但她知道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这次经历都让她更加了解自己，了解婚姻的本质，了解人性的复杂。1周后，林小雅接到了张兰的电话。小雅，想来店里坐坐吗？我新招了个姑娘，手艺不错。张兰的声音温和而坚定。李丽的事已经过去了，生活还要继续。林小雅微微一笑，好啊，妈，我这周末就去。放下电话，林小雅望向窗外，阳光依旧明媚，城市依旧喧嚣，生活依旧在继续。无论前方道路如何坎坷，她都会勇敢面对，为自己的幸福负责。因为她明白，真相有时残酷，但只有面对真相，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重生。而这或许就是这次意外带给她最宝贵的礼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